印江县衙死过3任县令，说是厉鬼杀的，每一任都是当了3年，钱刚捞够，行李都打点好了，死在了卧房里。没目击者，没凶器，没线索，就衙门里那8个仆役每回都是第一个赶到现场。后来来了个新县令，叫周元吉，他听完这一番话没害怕，就问了一句：厉鬼，为什么专挑捞够钱的时候动手？然后他在床头挂了几支毛笔，等着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书。话说大明年间，贵州印江县有一座县衙，在当地老百姓嘴里是出了名的凶地。凶在哪儿？凶在这里死过官，死的还不止一个。连续几任县令全都是干了3年，油水捞够了，行李打点好了，准备回家，死在了自己的卧房里。有的七窍流血，中毒而亡，有的被利刃穿胸，死状极惨。衙门上下众口一词，是厉鬼干的。这个话一传出去，朝野上下全炸锅了。从此印江知县这个缺成了没人敢碰的烫手山芋。朝廷选官点到印江2个字，一屋子人齐刷刷低下头，装没听见。厉鬼杀官听着玄乎，背后藏的其实是一伙杀人的活人。衙门里头盘踞着8个老油条，领头的叫惠琛，手底下有真剑、佳丽、进宝几个。这8个人平时面上老实得很，新县令一到，他们就凑上来嘘寒问暖，跑腿效力，把自己扮成最忠心的家仆。日子一久，县令自然把他们当成了心腹，什么都不瞒着，这正是他们要的。等你卸下防备，他们对你的底细也就摸了个干干净净。这8个人一旦摸清了县令的家底，就开始帮着县令捞钱。哪家有冤案肯花银子，他们从中牵线；哪个富户家底殷实，他们一五一十汇报上去。县令在他们的协力之下，3年下来捞得盆满钵满，还落了个断案如神的好名声。县令以为自己交了一帮忠心兄弟，却不知道这才是最毒的一步棋。帮你捞钱是为了把你的家底看透，等你的包袱装得够沉了，也就到了该死的时候了。等县令任期一满，钱也装够了，这8个人就挑个深夜动手，有时候在饭菜里下毒，有时候摸黑进卧房行刺。得手之后，把县令的家当瓜分干净，对外统一口径，厉鬼害命，就这么一套。他们杀了一任又一任，没人怀疑，没人敢查。印江县衙闹鬼，这个名声越传越响，反倒成了他们最好的护身符。外人一听这地方，腿肚子先软了3分，哪还顾得上追问死的到底是人还是鬼？后来几任县令听说了前任的死法，心里发怵，上任时特意带了官兵守夜，可这帮人早把功课做足了。衙门空置那几年，他们悄悄在水壶和隔断后头凿出了暗门，进卧房根本不走正门，从暗道里一钻，直接摸到床前。门口守着的官兵压根儿够不到，有几个守夜的甚至也跟着送了命。就这么着，印江县衙的名声越来越臭，这个缺也越来越没人敢接。那时候有个叫尤思廉的举人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没银子打点关系，吏部选官好缺早被人抢光了，最后把这个没人敢碰的印江知县塞给了他。尤思廉一听，当场就哭了。10年寒窗，好不容易混上个官，头一个却就是送命的地方。他坐在客店里，盯着一根快燃尽的蜡烛发呆，左想右想，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。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，隔壁桌走来个陌生人，
搭了句话，把他的命给接住了。这个陌生人叫周元吉，是个候补的小吏，等着补缺。他一听印江县衙的事儿，非但没害怕，反而哈哈大笑。他说，天底下哪有阳宅能无缘无故死人的道理？要么是毒，要么是刀，死的是人，不是鬼。他要去。两人一商量，周元吉出钱打通了吏部的关节，把这个缺换了过来。吏部一听有人自愿接手，连价都没还，盖章批了。没人知道，这一回走进印江县衙的是个早就看穿了这个局，并且已经想好怎么破的人。周元吉到任头2个月雷厉风行，整顿吏治，把衙门里的人管得服服帖帖，但心里一直压着根刺。他私下琢磨，新官到任从没听说有鬼，为什么偏偏干了3年就出事儿？更离奇的是，厉鬼哪会拿着钢刀行凶？这事8成是衙门里有人借着鬼神的名头作恶。他没声张，面上照旧留着惠琛这8个人伺候，暗地里却已死死盯上了他们，就像一张网，悄悄在水下展开，等的是鱼自己游进来。周元吉把前几任县令的死法逐一捋了一遍，发现有个规律，全都是任满3年，钱捞够了的时候出事儿，时间卡得这么准，哪儿是什么鬼？分明是有人盯着账本下手。他当下拿定了主意，不能打草惊蛇，得引蛇出洞。惠琛这8个人面上继续留着，装作信任，暗中严防。接下来半年，他开始演一出戏给这8个人看，撒手捞钱，大摇大摆，让银子往库房里堆。等你们觉得火候到了，我这边的局也就不完了。半年就这么过去了。周元吉断案公正，在百姓口中积了好名声，账面上也攒下了3、4千两白银。惠琛几个人私下一合计，觉得时候到了，这县令就是头养肥的猪，该宰了。那天夜里2更时分，8个人聚在暗处，把刀拔出来，照着老规矩准备动手。他们不知道，周元吉等他们等了整整半年，坑早就挖好了，就差他们自己跳进来。周元吉早就挖好了坑等着他们，他带着2个仆人，每晚压根不在楼下睡，悄悄摸到后楼上头铺床歇着。楼下左边的卧房，他在床头悬了3支饱蘸朱红墨水的湿毛笔，右边的卧房挂的是3支饱蘸浓黑墨汁的湿毛笔。2间屋的床上没人，就摆着空铺，谁朝床扑过去，脸先撞上毛笔，墨水糊一脸，人是你抓的，证据就长在你脸上。深夜里，惠琛几个人熟门熟路拨开暗门，无声无息溜进了官房。惠琛带人直扑左边卧房，冲着床铺就是一刀，刺了个空，脸跟着撞上床头悬着的湿毛笔，朱红墨水糊了满脸。家里那边冲进右边卧房，一样扑了个空，黑墨汁结结实实抹了一脸。2拨人站在黑暗里，面面相觑，刀还没焐热，脸已经成了花猫。楼上的周元吉听到动静，扯开嗓子大喊：“有贼！”随即招呼仆人：“快点灯，司衙里闹鬼了！”惠琛几个人知道今晚的事儿已经暴露，赶紧顺着暗道逃回院子，然后摆出一副刚被惊醒赶来救援的样子，举着蜡烛走进屋里。蜡烛一亮，周元吉下楼扫了一眼这8张脸，红一块黑一块，朱墨印子清清楚楚，他心里全明白了，面上却什么都没说。周元吉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但他没当场翻脸。他清楚对方8个人手里有刀，自己这边拢共3个人，这时候撕破脸，万一这帮人狗急跳墙，
一个都跑不了。他装出一副被吓着的样子，颤着声说：今夜果然有鬼，这卧房是住不得了，快把大印抬到大堂，本官连夜升堂办案。惠琛几个人一听县令没往自己身上想，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，老老实实跟着往大堂走。他们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段路了。大堂灯火通明，衙门里的官吏全被叫了过来。周元吉在正中坐定，一拍惊堂木，当场下令拿下惠琛等8人。这帮人还想狡辩，口口声声说是厉鬼作祟。周元吉冷笑一声，抬手指着他们脸上的红墨黑墨：厉鬼能在你们脸上留印子？众人一看，哄堂哗然，铁证摆在脸上，再加上严刑拷打，8个人一一招供，历任县令怎么死的，财产怎么分的，一字不差，全交代了。最终8人全部判处死刑，满门抄家，印江县衙从此太平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书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